我知道很多为儿女婚事操碎了心的父母，你们心里苦啊！你们看着身边同龄的老姊妹们，一个个都在含饴弄孙了，再看看自己家里那个未婚的儿子女儿，你们这心里是不是像是有几百只蚂蚁在日夜啃咬？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绝对会戳中我们很多家庭的痛处。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有一个非常让人无奈的怪现象，你说他条件差吧，根本不是，可偏偏就是这人生大事，这男婚女嫁怎么都搞不定。做父母的急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到处去求神拜佛、算命看相。今天我就用一个家庭故事把这个问题讲给大家听。主人公我们叫她王妈妈，当时58岁，她家里经济条件那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她那个宝贝儿子当时32岁，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做技术主管，收入非常高。这个男孩子我看过照片，长得一表人才，浓眉大眼，性格温吞，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可是呢，在那3年里，王妈妈托人情找关系，给儿子安排了相亲，大大小小加起来30多场，结果怎么样？全军覆没，连个水花都没打起来。我就挑里面最典型的3次讲给各位听听，你们听听这件事情到底有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一次是王妈妈先生生意上的老朋友介绍的女孩子，也是个门当户对的好家庭。两人一开始聊得挺好，看电影、吃西餐，都约好周末要一起去美术馆看画展了。结果呢，前一天晚上女生突然传来很长一段讯息，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还是不适合，明天不用见了。王妈妈的儿子一头雾水，打电话过去问原因，女生支支吾吾半天，憋出一句没具体原因，就是感觉氛围不对，我不舒服。第二次是找那种最高级的婚友社介绍的，女方是个中学老师，条件更好。两人约会了3次，感觉都不错，甚至都聊到以后结婚想在哪一区买房了。结果有一天，这女生去了一趟王妈妈家做客，这本来是好事，可是这女生一进他们家的大门，刚刚跨过玄关，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后来婚友社的顾问偷偷跟王妈妈透口风，说那女生一进你们家就觉得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发闷，喘不上气，莫名其妙的觉得心烦意乱，连饭都没吃完就找借口跑了。还有第3次，那更是让人无奈。这一次本来两人都谈及婚嫁了，女方妈妈是个懂点风水的人，这位准丈母娘说要来看看未来女婿的成长环境。结果到了王妈妈家，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眉头紧锁，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连茶都没喝一口，拉着女儿的手就往外走。临出门前留下一句话，这房子里的气息让人觉得很压抑，这婚还是算了吧。王妈妈当时那个气啊，心想我这房子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大平数，坐北朝南，客厅宽敞，采光好得不得了，怎么就压抑了？可是生气归生气，眼看着跟自己同龄的老姐妹们含饴弄孙，自己连个儿媳妇的影子都没见到，王妈妈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故事的转折发生在有一年七夕前3周左右，夜里11点多，王妈妈起夜路过儿子的房间，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听着里面传来儿子长长的一声叹息，那声叹息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孤独和对感情的妥协。王妈妈站在门外，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整整1宿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她实在是没辙了，跑去了城郊那座非常有名的观音庙，跪在菩萨面前磕头，求菩萨给指条明路。这一求抽到了一支签，他拿着签文去找庙里解签的老师傅。那位老师傅70多岁了，平时总是笑眯眯的，但那天他看了看手里的签文，神情变得相当凝重。老师傅沉思了良久，跟王妈妈说，施主啊，你不要再怪你儿子不争气了，签文上说得清清楚楚，家中有物阻碍姻缘，不除此物缘之不来，你家里藏着一样东西。老师傅顿了顿，语气和缓却坚定，这件东西带有一种很深的停滞的幽怨之气。我们传统文化里讲求环境与人的互相影响，这件东西把你家原本清朗的居家氛围给搅浑了。月老牵红线，红线牵到你家门口，被这种压抑的氛围一冲，就牵不进来了。王妈妈一听，
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都懵了。家里东西多了去了，锅碗瓢盆、衣柜沙发，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老师傅看他脸色发白，安慰道：这东西既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也不是什么邪物，它就在你家里不起眼的角落里，它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一种负面的环境影响。你回去仔细找找。各位朋友，听到这里，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在讲什么怪力乱神的故事。我们从传统民俗与居家环境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每天生活的空间里摆放了让人神经紧绷或者承载着浓重负面情绪的物品，久而久之，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的人心境一定会受到影响。心境变了，散发出来的气质和待人接物的态度自然也就变了。王妈妈虽然不懂深奥的道理，但她把老师傅的话死死地印在了脑子里。老师傅当时点拨她，阻碍姻缘的氛围最容易藏在3样东西里：死水、明镜、尖锐之物。你先从明面上的东西查起。王妈妈一回到家，就开始在家里一项一项的排查。第一项，查水。我们传统观念认为，水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源头和生机。如果家里的鱼缸是一潭死水，水都发绿发臭了，那自己家的环境自然死气沉沉，住在里面的人肯定没精打采。王妈妈赶紧跑到客厅一看，自家的鱼缸过滤马达呼呼转着，水清鱼跃，一片生机勃勃，没问题。第二项，查镜子。在居家布置中，镜子如果正对着床，人在夜间半梦半醒时容易被镜子里的倒影惊吓，导致睡眠品质极差。一个长期睡不好觉的年轻人，白天去上班都哈欠连天，哪里还有精气神去谈恋爱，去照顾女孩子的感受？王妈妈仔细检查了儿子卧室的梳妆镜、门口玄关的穿衣镜，都规规矩矩的，没对着床照着人，没问题。第三项，查尖锐物品。尖锐的东西，比如刀剑、剪刀，甚至带刺的植物。从环境心理学来看，长期面对尖锐物品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心理暗示，让人产生防备心，神经紧绷。儿女的姻缘感情是需要柔和、包容和滋养的。家里让人紧张的东西太多，好不容易凑过来的缘分也容易在无形的摩擦中被消耗掉。查到这里，王妈妈的目光突然停在了儿子书房的桌子上，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发现了一把裁纸刀。这把刀是儿子读大学的时候买的，用了10几年了。那刀刃打磨得非常锋利，在灯下泛着光。最要命的是，儿子平时大大咧咧的，用完也不把刀收起来，就那么敞着刀刃扔在桌上。而那刀尖的方向不偏不倚，正好冲着书房的门，门外又正对着儿子卧室的床头。各位想想看，每天睡觉，门外就有一把无形的刀尖指着，人的潜意识里怎么可能彻底放松？王妈妈直拍大腿，赶紧找了一块厚布，把那把裁纸刀包得严严实实，收进了抽屉的最深处。那是七夕前2周的事情。收好了刀，王妈妈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该好了吧。有时候环境的一点点改变，人的心情确实会跟着变化。没过2、3天，儿子晚上下班回来，破天荒的哼着小曲，跟王妈妈说：妈，我们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孩子，人挺温柔的，跟我特别聊得来，我约了她这周末来我们家里吃个便饭，你这2天受累准备准备。王妈妈一听简直是喜极而泣，她心想这老师傅太神了。裁纸刀一收起来，儿子马上就开窍了。他第2天一大早就跑去传统市场，把周末要用的好菜订了个遍，连晚上做梦都在笑。可是高兴劲还没撑过3天，那个熟悉的让人心里发毛的叹气声又从儿子的房间里传出来了。儿子苦着脸说：妈，周末的菜别准备了，人家不来了。不知怎么的，这2天他突然对我冷淡了，说感觉我们俩之间总是差了一点什么感觉，不想往下发展了。王妈妈这下是彻底崩溃了，刀也收了，镜子也没事，鱼缸也挺好，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在搞鬼？她1夜没睡，第2天又跑去找那个老师傅。老师傅听完他的讲述，叹了口气说：施主啊，你找到了那把裁纸刀，那是在明面上的东西，把它收起来，环境稍微顺眼了一点，你儿子的心情跟着好转，所以能短暂的去接触一下缘分。但是真正根深蒂固的问题在暗处，你家里
还藏着一件被你们遗忘很久的旧物。这件东西跟一段35年前没有真正放下的感情有关。老师傅告诉王妈妈，这件东西不在明面上，它是被你们压在最底下的东西。那天晚上，王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直抹眼泪，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就在那一晚，她做了一个极其真切的梦。她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观音庙，菩萨静静地抬起手，指了指王妈妈家主卧室的方向。空气中传来一句话：凡事以心为主，物亦可为缘。若人与物结缚未断，便难开心缘。去查旧物，特别是被遗忘在脚下的。第二天一早，王妈妈猛地惊醒，她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梦里的那句被遗忘在脚下的。她冲进主卧室，把目光死死地锁在了那张睡了几十年的大床底下。当年王妈妈家买的是那种老式的实木架子床，床底下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杂物箱。那是大约七夕前10天左右，王妈妈挽起袖子，把那些落满灰尘的箱子袋子一个一个往外拖，有旧毛衣、旧课本、没用的旧报纸，直到她整个人趴在地板上，手伸到了床底最里面最靠墙角的一个夹缝里。在那里她摸到了一个硬纸盒，这个盒子藏得太深了，上面积攒的灰尘极厚，一拍直呛人。王妈妈吹掉灰尘，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是一双男士的黑皮鞋。这双鞋的样式非常老旧，皮面都已经发白了。但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双鞋虽然旧，却被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摆放得整整齐齐。在其中一只鞋的鞋膛里塞着一张泛黄的信纸。王妈妈颤抖的手把那张信纸抽出来打开，纸上的钢笔字迹因为年代久远，墨水都已经变淡了，但那几行娟秀的女人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老王，今天是七夕，这是我用攒了半年的薪水给你买的鞋，愿你穿上它，以后的路一生平安，若有缘再相见，只记沧海桑田。轰！王妈妈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信里写的这个老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先生啊。正巧这个时候，老王拎着刚买的早餐推门进屋了。他走进卧室，当他看到王妈妈瘫坐在地上，手里拿着那双皮鞋和那张泛黄的信纸时，这位平时在外面见惯大风大浪的老王，唰的一下，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啪的一声，老王手里的早餐掉在地上，豆浆洒了一地。在长达近1分钟令人窒息的死寂中，老王看着那双鞋，浑身颤抖。王妈妈从一开始的极度愤怒，看着丈夫那副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的颓唐模样，愤怒慢慢转变成了一种夹杂着背叛感、委屈和一丝说不清的悲凉。在王妈妈带着哭腔的逼问下，老王整个人瘫坐在床沿上，双手捂着脸，终于说出了那段被他死死捂在心底、尘封了整整35年的往事。原来这双皮鞋是老王的初恋女友送给他的，当年两人感情极其深厚，可是女方家境普通，老王父母当年非常讲究门当户对，坚决不同意这段感情，用尽了一切手段阻挠，最后百般无奈之下，两人被迫分手。分手的那天，距离现在已经有35年。那个女生临走前给他买了这双当时最体面的皮鞋，留下了那张字条，然后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从此音讯全无。老王心里苦啊，那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是个孝子，不敢反抗。后来在家里的安排下，他认识了王妈妈，两个人结婚生子，也一起认真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只是那段没有好好告别的遗憾，他始终没有真正整理。他把这份浓烈的化不开的遗憾和不甘全部装进了这个鞋盒里，偷偷地藏在了每天睡觉的床底下的最深处。这一藏就是整整35年。老王一个60多岁的大男人坐在那里老泪纵横。后来嘛，我真的没别的心思了，我跟他再也没联系过。我心里一直有个结，觉得对不住人家，就想留个念想啊。各位朋友，听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老王挺深情的，
留个初恋的遗物做纪念，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但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肯定有聪明的听众要问了，就算这双鞋是老王当年没有真正放下的旧情，就算老王心里有遗憾，那也是老王和王妈妈夫妻之间的事，这跟他们家那个32岁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凭什么影响儿子的相亲？问得太好了，很多父母就是在这个地方卡了壳，觉得自己心里的苦，感情上的遗憾，只要不告诉孩子，孩子就不会受影响。可这种长期没有处理好的情绪和婚姻模式，会通过家庭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亲密关系的理解。老王把那双带着极度遗憾的鞋子压在自己睡觉的床下整整35年，他心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遗憾、愧疚、无奈，还有一种感情最终都是要妥协，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的悲凉底色。老王虽然从没提过这件事，但这种深沉的无奈感早就融进了他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叹息，每一次和妻子看似平静却缺乏真正灵魂交流的日常互动中。儿子虽然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双鞋的存在，但他从小到大就是在这个充满遗憾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儿子潜意识里慢慢形成了一种印象，感情是会让人受伤的，婚姻未必代表幸福。这些认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情感防御机制。儿子长大了，去相亲，去谈恋爱，他表面上彬彬有礼地说着客套话，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对真正的亲密关系充满了恐惧和退缩。外面那些心思细腻的好女孩子，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察觉到他内心竖起的那堵高墙。女生会觉得这人条件挺好，但怎么就是走不进他的心里，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压抑。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女生一进王妈妈家门，或者跟男孩子深入接触后，本能的就想撤退的原因。根本不是儿子不够好，而是他生命中最底层的感情观被他父亲那段35年没放下的旧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沉闷家庭氛围给严重扭曲了。各位朋友，我在外头看过太多这样糊涂的父母了。有的妈妈自己离婚了，一直留着前夫当初写的情书和吵架时摔破的杯子，天天在家里怨天尤人。结果她女儿长大后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每段感情都走不长。父母以为掩饰得很好，但家里那股发霉的旧情绪早就把孩子对幸福的渴望给压垮了。这就好比你桌子上放着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30年前泡的隔夜茶，上面都已经发酸了。现在月老想往你杯子里倒新鲜甜美的果汁，你倒得进去吗？你根本倒不进去，除非你狠下心把那杯旧茶倒得干干净净，把杯子洗得透亮。好，我们再回到故事中，老王这个时候也终于醒悟过来了。他就像是被开水烫了一下，猛地从床沿上跳了起来。他一把抓起床上的那个破鞋盒，眼珠子通红，大喊一声：我糊涂啊，我真是老糊涂了，差点把我儿子的幸福给耽误了。说完，他抱着鞋盒就往大门外冲。站住，你等一下。王妈妈一把拉住老王，声音虽然还有些颤抖，但却异常坚定。老师傅交代过，这种承载了几十年旧情的东西不能就这么随便扔了。王妈妈回想起当时在观音庙老师傅千叮咛万嘱咐的话，在这里我也要把老师傅当时教导王妈妈的道理好好跟在座的各位盘点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在脑子里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家，其实很多家庭的运势和氛围问题，只要看一眼家里摆了些什么，就能猜出个大概。除了刚才提到的尖锐物品，还有2类极其影响居家氛围的物品，如果你家也有，最好趁早清理。各位想想看，中医讲究气血流通，你家里的气场要是被这些旧东西堵死了，再好的缘分它怎么进得来？第一类黑洞，带刺带尖的形煞，专门扎破柔和的缘分。什么叫形煞？就是形状上带着攻击性的东西。现在的女孩子，特别是一些在办公室里上班的上班族，听说电脑有辐射，就喜欢在办公桌上或者自己卧室的窗台上养一盆盆尖尖的仙人掌、仙人球。还有些家庭为了追求什么现代艺术感，在客厅里摆那种棱角分明像刀锋一样的金属雕塑。甚至有些妈妈为了图方便，直接把明晃晃的刀具架摆在厨房的琉璃台上。我跟你们讲，这都是在给自己给儿女找病受啊。
从传统风水的象征来看，尖锐带刺具有攻击感的造型通常被认为偏刚偏煞。从视觉感受来说，如果一个空间里到处都是尖角、刀锋、带刺之物，本身就比较容易给人紧张凌厉的感觉。感情讲究的是柔和，所以卧室和长期生活的空间适当减少这种攻击性的视觉元素，至少会让人情绪和气场更舒服，否则会动不动就想发火，看谁都不顺眼。各位想想看，一个爱发脾气或者整天神经紧绷像刺猬一样的年轻人，他怎么可能经营得好温柔的感情？听我一句劝，把那些仙人掌带刺的盆栽统统请出家门，厨房的刀具用完了必须老老实实收进抽屉里，绝不能含光外露。想求好姻缘，家里要多摆圆润的东西，植物的叶子要挑圆的，厚的家具尽量用圆角的。你想要儿女的缘分圆满，你得先让他们眼里的世界圆润起来。第二类黑洞，破损残缺的败气，自我诅咒、漏福漏财。这一类很多40-50岁以上的长辈最容易中招。有些老人家当年苦日子过惯了，极其节俭，家里吃饭的碗边缘都磕掉一个大口子了，舍不得扔。卧室里的穿衣镜中间裂了一条长长的缝，贴块胶布凑合着照，就连坐的木椅子一条腿都晃荡了，底下垫几张废报纸继续坐。各位朋友，节俭确实是传统美德，但在居家气场和中医理论上，这叫大忌啊。一个完好无损的杯子，它的能量场是闭合的、圆融的，但是一个破了口的杯子，一面裂了缝的镜子，它的能量场就是漏的，是残缺的。你们知道这种破损的物件每天都在对你们释放什么讯号吗？你每天端这个破碗吃饭，你的潜意识就在不断的向老天爷发送一个自我暗示，我的生活就是残缺不全的，我就这样将就吧。这叫什么？这叫自我诅咒。从传统民俗讨吉利的角度，完整代表圆满，破损代表缺漏，所以很多人会把缺口的碗、裂开的镜子看成漏福漏财的象征。同样的道理，姻缘也是一种福气。如果你让儿子女儿天天用着破破烂烂的家具、缺了口的碗碟，他们的姻缘气也是漏的。好不容易别人介绍个好对象，还没谈出个名堂呢，那缘分就像水从破碗的口子里流走一样，莫名其妙就黄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天道循环。赶紧回家检查你们的碗筷、镜子、家具，有缺口的、裂缝的、修不好的，今天就给我统统包起来丢掉。千万别心疼那几个铜板，你丢掉的是穷气和衰气，腾出来的是接纳儿媳妇、金龟婿和福气的大空间。第三类，承载未解情绪的旧物，过去没有放下，新的缘分就很难进来。这就是老王家犯的最大的错，也是所有阻碍里最深的一类。什么叫前任和过世亲人的旧物？前男友分手时送的围巾，前女友写的情书，甚至是一起买的对戒，还有已经过世的亲人，他们生前贴身穿过的旧衣服，用过的旧枕头。这里不是说亲人的遗物不能留，真正要注意的是某件东西只要一看到，就让你重新陷入强烈痛苦、愧疚、怨恨。那我们就要整理的不是亡者，而是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反复唤起强烈的情感记忆。如果是前任的东西，那上面附着的就是爱恨纠缠，是不甘心，是痛苦。如果是过世亲人的贴身衣物，一看到就心痛难忍，那上面附着的就是极度的悲伤和思念。这股能量在阴阳五行里是绝对的阴性，是过去式的能量。我们《黄帝内经》里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活人住的房子叫阳宅，阳宅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生气，是生机勃勃、向上升腾的气。如果你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代表着过去和沉重哀思的阴性物件，你这个家的气场就会变得极其沉闷、压抑。这种气场最伤人的心神，如果家里长期充满让人想起悲伤往事的东西，住在里面的人很容易觉得沉闷、压抑，也更容易反复陷入过去的情绪。各位想想看，一个永远活在过去的人，他怎么可能张开双臂去拥抱未来？一个心里、床底都被旧人旧怨塞满的人，
他的生命里哪里还有哪怕一丁点的位置去留给未来的新欢。我也知道大家重感情，但是真正的纪念是放在心里的，不是放在屋子里发霉的。特别是那些让你一看到就想哭，一看到就觉得胸口发闷的东西，在气场学上那就是毒药，必须彻底清理，把情绪的旧账清算，必须断舍离。各位朋友，大家打起精神来，刚才你们在脑子里把自己家排查了一遍，是不是很多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发现家里床底下柜子深处多多少少都藏着一些前任的旧物，或者是破烂残缺的家具。刚才我说到，老王红着眼睛抱着鞋盒就要往外丢，幸好被王妈妈一把拉住了。老王当时很不解，问道，不是说这东西影响家里的氛围吗？不赶紧处理掉，难道还继续留着？王妈妈看着他，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老师傅说，这种承载了你几十年怨气、深情、遗憾，带有极重情煞的贴身旧物，你绝对不能随随便便扔掉。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堆臭垃圾一样粗暴的丢弃，你的潜意识、你的神早就跟它连在一起35年了。你突然之间极其粗暴地把它切断，就像是从你身上硬生生地扯下了一块肉，那是会伤神的。那种被深深扯断的遗憾反而会反弹。老王听完一下子沉默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这种带有深重情感的凶物？我今天教你们的，我们要用整理的力量，用阳气的力量，用心的力量，给这段过去的遗憾做一个体面彻底的告别。这个方法我称之为去旧迎新4步法，大家赶紧拿笔记下来，把家里的气场给清理干净。第一步，整理，把家里的旧物分门别类，千万不是叫你看到旧东西就全部扔掉。你可以把那些旧箱子打开，一件一件的拿在手里，记住一个原则，你的身体是最诚实的。如果你拿起这件旧衣服，这张旧照片，脑子里浮现的是温暖，嘴角是上扬的，那就说明它还在滋养你，请你干干净净的把它收好，好好留下。但反过来，如果你一碰到它，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发酸，胸口发闷，甚至忍不住想叹气，那就说明它已经成了消耗你能量的包袱。哪怕它再贵，哪怕它再新，也要果断挑出来，不要犹豫。第二步，告别。很多人扔东西是闭着眼睛随便一丢，结果东西扔了，心里还是放不下。我们中医常说言为心声，你憋在肚子里的遗憾和委屈，那叫肝气郁结。面对这些真正承载了旧情的物品，别急着往外走，你把它放在桌上，看着它，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清清楚楚的说出来，谢谢你曾经的陪伴，但今天我们的缘分尽了，谢谢过去，现在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各位乡亲，不要觉得对这个旧物件说话很傻，当你说出口的那一瞬间，你心里的那股郁结之气就跟着泄出去了，心结一开，它就彻彻底底变回了一件普通的死物，再也困不住你了。第三步，体面送走。现在我们的社区都有很好的资源回收和垃圾处理体系，依照当地的规矩把它妥善打包好。听好，不需要自己在家偷偷摸摸的点火焚烧，你就平心静气的把它拎出门，交给环保车，或者放到指定的回收点，丢进去的那一刻转身就走，不要一步三回头，更不要去心疼。你要在心里明白，你送走的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你生活里长期积压的负能量。只有不再让它占据你屋子里的空间，它才不会继续占据你心里的空间。第四步，引阳入室。东西清理搬走之后，你家里的床底下、柜子深处是不是突然空出来一块？这时候绝不能让它就这么暗沉沉的空着，我们要引阳入室，赶紧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外面的清风和早晨的阳光猛烈地灌进来，给整个家宅来一次大通风，换新血。接着拿一块干净的抹布，把原本堆积旧物的暗角擦得亮亮堂堂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这个空出来的地方摆上一盆生机勃勃的绿植，比如叶片圆润的发财树、黄金葛，或者点亮一盏暖色调的小台灯，用这种充满朝气、温暖明亮的生活感去彻底填补那个曾经压抑的空缺，新的福气和好缘分自然就会在这片明亮中生根发芽。
老王两口子认认真真的做完了这去旧迎新4步法。当晚老王睡了35年来最踏实的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王妈妈觉得家里那种闷闷的让人觉得压抑的感觉瞬间一扫而空，变得极其清爽通透。老王脸上的阴霾不见了，跟儿子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洪亮开朗起来。整个家庭的氛围从内到外焕然一新。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什么？就在老王把家里清理干净，把执念放下之后的第1个礼拜，马上要到七夕了，儿子去市立图书馆还书，因为下大雨被困在了屋檐下。就在那个躲雨的当口，旁边一个姑娘准备撑伞离开，看见雨实在太大，笑着问他一句：你往哪个方向走？顺路的话一起撑吧。2个人就这样共撑着一把伞走进雨里。接着2人一聊，简直是相见恨晚，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瞬间就迸发出来了。这一次没有任何莫名其妙的冷淡，女孩子再也没有觉得胸闷想跑，相反，女孩子觉得这个男孩子身上有一股让人特别安心特别温暖的气场。2人顺顺当当的谈了半年的恋爱，过完年直接就登记结婚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王家里的旧气散了，新缘才有地方进来，月老的红线自然而然就稳稳的牵进门了。各位朋友，今天这堂课讲到这里，老王家的故事算是圆满了，迎来了新媳妇。另外还有3个会把正缘往外推的七夕禁忌。从传统民俗讨吉利的角度来说，老一辈在七夕会特别避讳，你们一定要好好叮嘱家里的孩子们。第一，七夕当天忌动怒，忌哭泣。七夕是牛郎织女1年1度相会团圆的好日子，这天的居家氛围应该是和睦喜悦的。如果在这一天夫妻吵架，或者为了生活琐事对着儿女发脾气，甚至掉眼泪，这在环境心理学上叫做负面定锚。你在代表着姻缘和合的日子里种下了怨气和悲伤的种子，这一整年的家庭关系和感情运势怎么可能会顺畅？所以七夕这一天一定要和颜悦色，家里要充满欢声笑语。第二，家里忌摆放假花、干燥花。很多女孩子喜欢把男朋友以前送的玫瑰花倒挂起来做成干燥花，或者为了图方便在客厅摆放塑胶假花。各位，这在居家环境学里是大忌。假花代表虚情假意，干燥花代表枯萎没有生机的死气。七夕是求生机求桃花的，你家里摆着一堆枯死的东西，招来的不是烂桃花，就是没有结果的短暂缘分。赶紧趁着过节前把这些没有生命的假花全都清出去，换上一束新鲜的生机勃勃的鲜花。第三，忌穿破洞的衣裤。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时髦，特别喜欢穿那种膝盖上破2个大洞的牛仔裤，平时穿也就罢了，但七夕这天千万别穿。为什么？传统七夕有向织女祈求巧慧与良缘的习俗，织女是纺织的祖师爷，讲究的是依依不舍，天衣无缝。你在这一天穿个破了洞的裤子，代表着感情破裂，福气漏底。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穿得圆满整洁，你吸引来的缘分才会圆满。大家听好，这3大禁忌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我们也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神秘力量，它更像是一种节日里的好彩头，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教我们用最积极最整洁的状态去迎接生活中的美好。最后我特别想提醒大家，老王家的问题从风水上看是床底下压了一双35年前的旧皮鞋，但真正的问题不只是那双鞋，真正沉重的是老王每一次想到那段往事时，心里都会重新升起的遗憾、愧疚和不甘，这个东西才最难整理。所以我经常讲，一个家里面最怕的不一定是旧家具，也不一定是房子小，最怕的是大家明明住在一起，却有太多事情不能讲。爸爸心里有一个秘密，妈妈心里有一口气，孩子心里有一堆委屈。每天3个人坐在同一张饭桌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可真正想说的话，没有一个人敢先开口。久而久之，家里就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说大家感情不好吗？好像也没有天天吵架。你说夫妻不和吗？他们也照样一起吃饭，一起出门，一起缴水电费。可是这个家就是少了一股暖气。年轻人回到家，
不想待在客厅，吃完饭就往房间里面钻。父母问一句最近有没有认识对象，孩子马上就烦，不要再问了。父母一听也生气，我是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最后两边都觉得委屈，孩子觉得你们根本不懂我，父母觉得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现在连问一句都不行。可是各位，你们仔细想想，有些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抗拒父母问感情？有时候并不是他讨厌结婚，而是他从小看到了婚姻，就没有让他觉得结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爸爸妈妈嘴上告诉他，你赶快找个好对象，成家比较幸福。可孩子从小看到的，却可能是爸爸回家不讲话，妈妈天天抱怨，一个睡觉背对着一个，一个吃饭滑手机，一个有事也不愿意跟另一个商量。那孩子心里会不会产生疑问？你们自己结婚以后都这么累，为什么一直叫我赶快结婚？这就是家庭最容易忽略的地方。父母教孩子感情，不是靠嘴巴教，是靠自己怎么过日子教。你跟另一半讲话有没有尊重？吵架以后会不会和好？遇到事情是互相埋怨，还是一起想办法？你会不会在孩子面前说，你爸爸这个人，我这辈子嫁给他算倒霉？或者说，女人结婚以后都一样，麻烦死了。这些话你讲的时候，也许只是发发牢骚，可是一个10岁、15岁的孩子听久了，他很可能真的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长大以后，他嘴巴可能说我想谈恋爱，心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说，太靠近一个人会受伤，结婚以后都会变，感情最后都是责任。于是你就会发现，这种孩子很容易出现一个现象，条件不好的他看不上，条件很好的他又不敢真正投入。刚认识的时候很热情，对方一旦认真，他反而开始后退。对方问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他马上觉得有压力。这不是他故意折磨别人，很多时候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面到底在怕什么。所以老王家的儿子30多次相亲都失败，不能简单说是桃花不好，真正应该问的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能力相信一段关系可以长久。如果一个人从小看到了爱情样本，就是父亲把遗憾压在床底35年，夫妻之间很多事情不讲，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受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一听到旧物影响姻缘，就把整个家翻得乱七八糟。真正该整理的有2层，第一层是环境，破掉的、发霉的、危险的、长期不用的东西，该整理就整理。第2层更重要，是这个家的关系。各位回去以后，不妨观察一个细节，你们一家人上次坐下来好好聊天是什么时候？不是讨论房贷，不是问孩子薪水，不是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而是真正问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工作是不是很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其实一直不敢跟我们讲？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家真正的转运并不是摆了一件什么法器，而是某一天爸爸终于跟儿子说了一句，以前爸爸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或者一个妈妈终于对女儿说，你不用为了让我安心勉强自己跟不喜欢的人结婚。这些话一出口，孩子心里那一块压了很多年的石头真的会松下来。而夫妻也是一样，有些事情拖得越久就越难开口。年轻的时候一次误会没有解释，10年后变成心结，20年后变成习惯，30年后2个人甚至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疏远。所以老王床底那双鞋真正提醒我们的不是旧鞋可怕，他提醒的是一个没有处理完的过去。如果你一直逃避，他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留在今天。你不一定每天想起他，但他可能改变你讲话的方式，改变你对婚姻的态度，甚至改变孩子对爱情的理解。所以节庆为什么适合谈去旧迎新？不仅是因为日子到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让人重新思考缘分的日子。有缘不只是等一个对的人出现，更重要的是，当那个人真的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让他走进来？你的房间有没有空间？你的生活有没有空间？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还有没有空间？如果心里一直住着过去的人，住着过去的怨，住着上一段感情留下来的恐惧，就算新的缘分站在门口，你也可能下意识地把门关上。所以各位，请大家一定记住，我们整理他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借着整理外面的东西，提醒自己看看里面。
看看这个家有没有什么已经过期的情绪，有没有什么话拖了很多年还没有说，有没有哪一段关系表面上已经结束，心里面却始终没有真正告别。外面的东西整理干净是第一步，心里面的旧账愿意翻篇，才是真正的去旧迎新。一个家里如果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孝顺，大家有话摆在明面上说，坦坦荡荡，不藏着掖着，不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我告诉你，哪怕你家里家徒四壁，哪怕你家里的沙发旧得掉了皮，你这个家的气场也是堂堂正正的，你这个家的家运也绝对是旺得发烫的。清扫家就是修行，扫去的是角落里的尘埃，擦亮的是你心头的那盏明灯。心亮了，屋子就亮了，屋子亮了，儿女们人生的路姻缘的线自然就宽广了，牵上了。最后在这样象征着美好姻缘的契机里，我要求大家在影片下方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留言去旧迎新，代表你彻底告别过去烂桃花破财气的决心。你可以留言平安喜乐，为你自己和家里的孩子祈福。你更可以留言广结良缘，接好运。记住，念力也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当你打出这些吉利话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向宇宙发射一个极其美好的求福讯号，天底下的好运和良缘也会循着这个讯号来找你。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祝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下次再见。